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骑士奈森。我们今天又要来拆车了。又要拆什么？我们今天要装这个，这个是把手加高座。哎，这两个直接装在这边，把手就可以加高后移了。好，我们要先拿出我们的工具，内6角螺丝，你可以看一下这号码是用几号的呢？你要用6号的。哎，这边有4个螺丝，我们把它松开。那松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它扭力，先不要一次吹到太大，慢慢松，让它平均。好，我们在做之前呢，要先贴上贴纸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在装的时候，我们不确定它到底有没有在正中间的位置，所以我们要先做个贴纸，先做个记号。先对准这边1张，再对准这边，有一点点间隙没关系，误差值一些是还好，不要让它太多误差。这个就不用管我，这个是我另外装了一个 USB 的供电器。然后贴好贴纸之后，我们要做上记号，为什么呢？等一下把手向上面的这个地方，向上面的这个地方，然后先做个记号。还记得这个是向上的。我们要开始拆螺丝了。当然拆下来了。另外一边，这边也拆下来了。有没有发现它为什么它这边不会跟着转动？因为它这边底下还有一根杆子。在这里还有一根柱子。我们要用尖嘴钳把它拔起来。好，拔起来了。接下来我们把新的这个座先放上去，然后把刚刚的这个螺丝来锁它这个座。一定要两边不要同一边把它锁紧哦，一边锁多少，另外一边就要锁多少。装回去之前呢，这个线有可能会觉得很紧，所以我们就要把线稍微调整一下，然后进去。刚刚好拆失败，为什么？线太紧，这个把手装不上来，所以我们现在要拆前面的壳跟 H 壳。那我们影片在之前有讲过说怎么样拆 H 壳，怎么样拆 H 壳？那我这边还要再拆一次。好，我这边会准备很多格子的这种小置物盒。那每一个螺丝我会按照拆下来顺序，我放到固定的位置。那我们装回去的，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把它装回去。这样的话，你一定会同一颗螺丝，因为螺丝有长有短，这是我习惯的。好，开始拆。那因为这2颗螺丝是一模一样的，所以我们会放到同一个位置。这边的话，抓住这2个方向灯，稍微往外扳一下。松开，好，然后里面有2个线，这线要把它松开，是方向灯的线。然后再来呢，1、2、3、4，
那我拆螺丝的顺序呢，我是习惯由上往下拆，所以你等下装回去的时候，顺序也是由下往上逆的装，螺丝就不会装错或拆错。这边是用10号套子，这边有1、2，好，这边也有2颗螺丝，1、3、4。所以这边哈螺丝是长螺丝哦，跟刚刚是不一样的啊，是长短不一样的哦。好，接下来比较难的。那拆这个壳需要一个手势，我习惯会把双腿把它顶住这个地方，不要让它掉下来，一摇一摇。首先抓住这2个尖尖的往下扳的时候，它会整个下来。来这边看，2个线组先分开，日行灯跟大灯线组。然后刚有讲过这个大灯的这个高低可调螺丝在这个地方。好，把它分开，就可以把整个分离开。好，来看它为什么很紧哈，因为它在这边线组都绑住。好，然后我们待会把这边先松开来，来这边侧面，这边有绑住很多线组哈，都绑住，它也绑得很紧，所以它没办法拉动。我们这边做个调整一下。这边绑太紧。我们先套上去哈，螺丝只是含住而已哈，没有要把它锁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调整那个把手的这个位置，做微调。好，没有要锁紧哦，含住而已哦。好，这样子就暂时 OK， 然后来调角度。调管线跟角度，好，刚刚发现这个线很紧，这时候我们要做一些调整。为什么会把太紧呢？哦，因为它这边有一个线绑住，都刚好挡住，如果要往上升上去。好，这个先把它松开，好，这样我们就有弹性。来，这个位置。这时候看有没有这个线就比较有位置可以调整哈，调整到我们刚刚所谓这个线再往上，然后左右移动，哦，在中间的位置，好，这边就可以锁紧。来看侧面，看侧面，我们在锁的时候哈，有一个重点是。你这边锁的时候，两边的那个力量要差不多，比如说它间隙要差不多。好，接下来这个阶段呢，我们要看什么呢？可以看出来，这边的线跟旁边的壳磨得很近，我们要转看看。线没有磨到旁边的壳，看另外一边，线没有磨到旁边的壳。好，我们再过来看，有没有一些怪声？感觉看看。好，没有什么怪声。代表线组运作都很正常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装这个 H 壳哈。那我们记得我们手扶的位置在这个位置，它中间要2颗螺丝嘛，所以我们抓这个位置，在安装上会比较容易。第一件事情先组装线组。
好，第二件事情，由下往上装哈，这个它的角度是这个角度上去。哎，挂进去了。挂进去之后，先摸摸看，好，对不对？正不正确？好，然后这边螺丝孔的位置有没有对到？好，这2个螺丝是最重要的，有对到代表它的孔进去，卡榫进去了。含住就好了，不用锁紧。那接下来我们刚刚讲，按照顺序哈，这4颗螺丝哦，靠骑士这一面4颗螺丝，按照刚刚的顺序哦，确定一下有没有锁紧。好，再接下来是前面 H 壳还有2颗小螺丝，它是要锁仪表板的。接下来小盾牌，先接它的这个方向灯线，黑接黑，灰接灰。